Hello，大家能听到我声音吗？能听到，应该可以听到。好的。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优图实验室的倪辉。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叫 PNNX（PyTorch Neural Network Exchange）。它是一个PyTorch 模型部署的一个新的方式，可以避开 ONNX 的中间商，导出一个比较干净的高层 OP。PNNX 的名字的写法也是沿袭了 ONNX 的写法。然后 P 是 O 的后面一个字母，这也代表着 PNNX 呢希望能比 ONNX 做得更好一点。首先也是用一页 PPT 来简单介绍一下 NCN 这个项目。NCN 是2017年在 GitHub 上开源的，也是业界首个为端侧推理优化的一个推理框架。是 BSD3 许可证，也是跟我们熟悉的 OpenCV 程式一类，也是允许商业闭源使用。目前也支持主流的训练框架，比如 PyTorch、TensorFlow 和 ONNX。那用 NCN 呢，也可以把你的 AI 模型部署到PC 手机的 CPU 和 GPU 上，像我们所熟知的 NVIDIA、AMD、英特尔、苹果这些 GPU， 以及 ARM、Mali、高通的 Adreno GPU 也都是可以在上面部署的。另外也支持一些比较非主流的，比如说浏览器里的 WebAssembly， 还有 MIPS、RISC-V 这些CPU 架构。目前 NCN 也应用在腾讯的很多手机 APP， 比如说微信啊、QQ。右边这一大张图展示了目前我们 NCN 开源社区那些可爱的开发者们所开发的一些利用 NCN 实现的 AI 应用。基本上涵盖了我们非常多的熟知的一些，比如说什么人脸呀，比如说什么 OCR 这些。这些应用呢，目前都在 GitHub 上都是完全开源。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图，它都有一个对应的 GitHub 的开源项目。这些开源项目呢，我们可以看右面的这个链接，点进去就能找到所有这些开源项目的一个汇总。OK， 现在就开始讲这个 PyTorch 模型部署。我们现在这一页看到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全局的综览，是目前 PyTorch 模型部署的一些流程。我们这个 PPT 呢，画了一个橘红色的虚线，就代表就是 PyTorch 的生态圈。然后 ONNX 那边呢，用个灰色的曲线来画出来，是代表 ONNX 的生态圈。以下呢是我们一些常用的第三方的推理交互库。这是目前一个 PyTorch 部署的一个整体流程基本上是涵盖了已知所有的一些方式，主要是 PostScript 和 ONNX 两种。接下来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一下各自这些部署方式的优劣势吧。首先就是我们看这个 PyTorch 到 LabelTorch 的这个生态圈自有生态圈的一个部署。这种部署方式呢，就是可以支持 PyTorch 模型里的所有的 OP， 因为 LabelTorch 就是 PyTorch 的底层的一个实现，所以说只要 PyTorch 能跑的导出来就一定能跑。然后 LabelTorch 也是支持在 CPU 还有 GPU 上一些加速的。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优势。但是它也有缺点，有两个缺点这里写的，一个是它的速度它跑的速度没有那些厂商专门优化的一些库快。比如说
你 CPU 上的话 LibTorch 的速度是比 OpenVINO 会慢，然后 NVIDIA GPU 上呢也是会比 TensorRT 这种会慢一点。另外呢，这个 LibTorch 它的库的大小是非常大，所以说如果在移动端上部署的话，这个二进制文件过于庞大，可能有10几兆这样，所以说也不太适合应用于 APP。这是一个通过 Onyx Runtime 部署的一个方式，是由 PyTorch 先导出 Onyx 文件，然后使用 Onyx 自家的这个 Onyx Runtime 来实现这个模型的推理。它这个方式呢，一个好处是 Onyx 它其实是支持其他一些训练框架，比如说 TensorFlow、MXNet、Bay。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用同一个 Onyx Runtime 来部署任意一种训练框架导出的模型的，这样呢，它的 workflow 是一致的。然后 Onyx Runtime 它后端也有一些厂商优化的一些库比如说 GPU 上可能会有的 TensorRT 或者 OpenVINO 这样帮它优化的一些后端。那这样的话，它的执行效率也会比较高。但是它有一些缺点，比如说PyTorch 里面一些模型的算子它可能在 Onyx 里面是没有的，这样的话它导出 Onyx 的时候会出错，就导不出来。以及 PyTorch 导 Onyx 的时候呢，它 Onyx 有时候会导出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这个情况呢会导致这个推理效率的下降。这里说的是一些第三方库的一些部署方式。那我们比较常规的一种方式是 PyTorch 也是导出 Onyx， 然后再通过 Onyx 呢，再转换到我们第三方推理框架的一个模型。比如说我们这边 NCN 也是通过 Onyx 来支持 PyTorch 的部署。那其他的比如说 TensorRT、OpenVINO 还有腾讯的TNN 也是通过 Onyx 来做这个部署。TorchScript 那一条路呢，目前也看到一些开源的框架支持通过 TorchScript， 比如说 PyTorch Forward， 但是这条路目前来说还比较少，就是用的比较少，因为大家Onyx 毕竟是时间比较久，它的这个用户也比较多，所以说资料也更多一点。使用第三方库来做 PyTorch 部署，一个最主要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目标平台上获得最快的一个推理速度。你 TensorRT 在 GPU、NV 的 GPU 上最快，对吧 ？OpenVINO 在 Intel 的 CPU 上最快。那比如说可能 NCN 或者 TNN 在手机端的 CPU 也会更快一点。但是第三方库有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刚才的 Onyx 我也说了，有时候一些 PyTorch 的算子导出 Onyx 是不支持的。而第三方库的话，相对于 Onyx 呢，可能支持的算子更加有限，有可能你 Onyx 转到第三方库还有一部分算子是不支持的，所以说就只能支持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模型。一些复杂的话可能会导出不了或者不支持的情况。好了，这就是目前PyTorch 模型部署的一些3种主流的一个途径吧。那接下来呢，我会介绍一个概念叫 Lower。Lower 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在编译器里面的一个概念。那深度学习模型的一个转换里面呢，它也是一个 lower 的概念。这 lower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句话来说，就是用一些框架支持的算子，一个或多个这些支持的算子来模拟出我们模型里面所不支持的那个算子。那下面就是有2个例子。比如说我的模型里面写了一个 padding 等1的卷积，
那可能我的推理库啊，它的卷积它就不支持有 padding， 但是呢，它支持一个单独的一个叫 pad 2D 的一个算子。那这时候呢，这个模型转换过程中就会把这个 padding 等于1的卷积拆成2个步骤，先做 padding， 然后再做一个没有 padding 的卷积。这个过程就是相当于用2个算子来实现了一个不支持的一个算子参数。下一个例子是 sigmoid。那 sigmoid 的这个操作呢，大部分这个机器啊或者 GPU 上是没有这个独立的一个函数叫 sigmoid。一般呢，它会拆成，比如说先取负，然后做 xp， 再做1次加1，然后再做1除以这个乘3这样的一个操作。这样就是个数学公式展开，那相当于是用4个我们能实现的一个算子来模拟出这个 sigmoid。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平台可能 exp 也不支持，那可能还会把 exp 用级数展开，用乘法加法来实现。这个过程，总之这个用多个支持的来模拟不支持的这个过程啊，就叫 lower。这个箭头从左到右就叫 lower。那这个目的呢，也是比较实在的，就是这样的话，我的后边的这个推理库啊，它需要支持一些比较少量的算子，就能实现出很多其他的算子，对吧？然后如果我们的模型里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深度学习模型，它这个算子啊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比如说现在可能会出一个新的算子叫 switch， 那 switch 激活它其实是 x 乘以 sigmoid。那如果我们有这种 lower 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switch 把它拆成 x 乘 sigmoid 这个步骤2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覆盖到更多新的算子，后面将来新的算子都可以去兼容。那第3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支持的一些少量算子来兼容更多的训练框架，因为训练框架它每个高层的算子它可能在实现细节上有些不同，那我们拆开来之后呢，就可以去兼容这些不同的细节。这就是 lower 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刚才PyTorch 模型部署的流程中呢，我们有个导出 TorchScript 的过程。那 TorchScript 导出过程，它其中也发生了这个 lower 的事情。比如说，这里有个例子 f 点 normalize，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做一个 norm 的算子。那这个算子在导出 TorchScript 的时候，它会因为 A10 它是没有一个叫 normalize 的一个算子，所以说它会用4个 A10 的算子去模拟这个 normalize 的一个 Python 的一行。然后我们导出 Onyx 的时候 ，Onyx 这里要明白，就是 Onyx 它并不是从 Python 代码直接转到 Onyx，Onyx 它导出的时候是先通过导出 TorchScript， 然后从 TorchScript 再转到 Onyx。所以说，像左边这个例子，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操作，叫 Group Norm。这个 OP 在 A10 就 TorchScript 里面是存在的，所以说它导出到 TorchScript 的时候，它没有发生 lower， 但是 Onyx 它没有一个叫 Group Norm 的算子，所以说它是使用了6个 Onyx 所支持的算子去模拟了这个 Group Norm， 于是这个Group Norm 在 Onyx 被 lower 成了6个算子。经过这2次的 lower 呢，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就可能我们一个PyTorch 里面那很简单的一行调用，它导出 Onyx 之后呢，它经过了2层的层的 lower， 最后会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计算图，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这个庞大的计算图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呢，它这个图的算子过于细碎，
太细碎的这种算子非常不利于这种推理的优化的，因为这个每个操作的力度都太细了。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导出这么一个复杂的 ONNX 图的时候，我把这个 ONNX 啊，因为 ONNX 不是叫 Open Neural Network Exchange， 就 ONNX 它其实也是个模型文件嘛，我把这个模型文件给第二位比如说我的第二位同事，他也是个算法工程师，他看到这个 ONNX 之后，这个图之后，他再也无法对应回原先你的原始模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 ONNX 这张图之后，你是不知道你的原始的网络结构是怎样的，因为这个已经是变成一大坨浆糊了。第三个就是这个大的复杂计算图里面有非常多的胶水 OP， 比如说ONNX 我们所熟知的 Gather、Unsqueeze 这种 OP， 这种 OP比如说在 NCN 里面是没有做支持的，所以说会有这个比如说你在第三方这样 NCN 里面去转换模型的时候，会有这种转不了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 ONNX 社区这个大缺陷老师啊，他有这个做了一个 ONNX Simplify， 这个工具呢是可以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复杂计算图啊做一个简化，去除里面一部分的那个胶水的 OP， 然后NCN 这边的 ONNX 转换工具呢还会再做一次这种简化，把它的这种这么多的 OP 再捏回到最初的那一个 OP， 这个把一些细碎的 OP 捏回到一个大 OP 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叫图优化。这也是很多推理框架本身它也会做的一些事情，因为 ONNX 它这个图就是非常复杂，所以几乎每个推理框架它都会做这些图优化的工作。这个图优化工作主要的做法就是一个模板匹配 pattern matching 嘛，对吧？然后再把匹配到的这个子图用对应的一个大的 OP 替换掉。这种图优化目前来说还可以工作的很好，因为这个 pattern 我们可以写一份工具去实现一个自动化的工程。但是呢，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就是虽然说图优化它能做一些这样的好事，但是实际上它也非常麻烦。麻烦在哪儿呢？首先 ONNX 它这个文件它是个 protocol， 它本身没有提供任何这种进行这种图优化的一些基础的库的工作，不像 MLIR 或者这样。所以说我们工程师在写这个图优化的时候要写大量的这种if 判断和参数判断来做到这个实现这个图优化。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这个 PyTorch 或者 ONNX 它每次升级版本，或者 ONNX 这 OPSet 它从9变成11变成13，它生成的就它导出的这个 ONNX 的这个计算它都会发生改变。那一改变之后呢，我们原先写的这个图优化的 pattern 它就不 work， 它就无法再匹配到你新的，所以说让我们下游的这些推理框架开发者非常麻烦，就每次我们遇到版本升级之后，必须再写一份图优化的一个函数来覆盖到这个新的版本。这个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坑，因为我们知道 PyTorch 和 ONNX 它永远在升级这个版本。第三点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些高层的这个 OP 它里面一些参数的变化也会导致这个图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 PyTorch 的 NNConv2D 这个卷积层，它里面有个参数叫 padding 的模式。
通常我们都是用常量的 padding 啊，但是它也支持这个 replicate 还有 reflect 这种 padding 的模式。那如果用这种参数的话，同样是 curve 两地，它导出的就会不一样。那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这个图优化的匹配的复杂性。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明白，就是我们当初这个算法工程师写这个 Python 代码的时候啊，它其实是写了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干净的一个 Python 代码，就是因为我们要经过 TorchScript 和 Onyx 的这个中间商啊，就通过他们导出之后，这个图才会变得这么复杂。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它们呢？对吧？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原始的这个 Python 这个图上直接导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净的 IR 的图呢？这里呢，我是思考了一些关于如何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型交换格式的一个想法。因为模型交换嘛，对吧？我们交换的话，其实是应该以人为本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模型文件出来之后，给另一位研究员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high level 的。我们希望这个模型文件里面的 OP 啊足够 high level， 以便于后端的一些厂商啊或者一些推理库框架的开发者能够更好的做一些更加激进的优化。我们也希望这个模型格式啊，它本身是比较对人类可读和可编辑都比较友好。那像 TorchScript 和 Onyx 呢，它里边的二进制啊，其实也是人类不可的，所以说也是想要做一个方便人类去读和编辑的一个表达形式。最后呢，我认为就是我们主题叫 PyTorch Neural Network Exchange。我们选择 PyTorch 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目前深度学习训练框架中 PyTorch 在行业内使用是最为广泛的，所以说在设计这个模型交换格式的时候，也是考虑我们只关注 PyTorch。所以说今年在2021年周三，这个是个刚新出炉的东西，就是叫 PNX 嘛。那 PNX 这个位置在整个这个大的图里面在什么位置？就在这个 TorchScript 的下面的位置。我们刚才也说，为什么不直接从 Python 代码直接导出这个 PNX？ 因为还是要经过 TorchScript， 因为 Python 那个代码它其实它是一个编程语言，就它不是一个就可以解释的一个 IR， 所以说如果用 Python 这个直接写的话会比较复杂，所以说还是利用这个 TorchScript， 因为 TorchScript 毕竟是 PyTorch 自家生态，它稍微跟原始的 Python 的代码会比较接近，然后通过 TorchScript 里面的IR 的转换呢，再把这些 OP 再捏回到原始的这个最高层这个 Python 的 OP 里。那这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箭头是这个 TorchScript 导 GNX 转换成 GNX， 那这个回去的箭头代表这个 PT 转出来之后呢，也会生成对应的 Python 的一个源代码。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转回去了，就是可以转换成原始的 Python 文件，这样就方便就是我们算法研究员去搭模型嘛，对吧？然后右边呢也是说这个 PNX 呢也会直接会导出这个 NCN 的一个模型。那这个就是一个PyTorch 模型部署的一个新的，它是基于这个 PNX 来实现。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 PNX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 NN 的算子标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深度学习训练框架，它每个都有一个自己的算子的定义，对吧？然后我们的后端，比如推理库啊，或者平台厂商优化的一些 runtime， 它也有自家的一套这个算子。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呢，也之前有些尝试，比如说 Unix 啊、Khronos、NEF 啊、MLR、TOS 啊、TUrelated， 他们都会尝试用一个大一统、比较覆盖更加全面的一个算子定义来兼容所有的这些差异性。但是最后呢，发现其实他们只不过又发明了一套新的算子定义而已，他们并没有做到一个 universal 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大一统，最后只不过又做了一套新的。所以说这不仅是增加了一个学习负担，也是进一步导致了这个算子之间标准之间的一个差异的碎片化嘛，对吧？PX 这边呢，它没有发明新的算子要素，那它的算子的一个定义呢，是直接与 Python 的代码的算子接口保持一模一样，就是说它是直接利用这个 PyTorch API， 它就是这个算子。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写的一个 NN.linear 嘛，对吧？它转成 PX 之后，它的模型里面写的这个 OP 它就叫 NN.linear，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参数都跟原始的 Python 的 API 是保持一模一样的名字。这样的好处是，当我拿到这个右边的 PNX 的模型之后，我还可以通过它来转回到原始的这个 PyTorch 的 Python 的，因为算子定义和参数表达形式一模一样，所以说可以转回去。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循环永动机，甚至你可以把转回去的这个 model 直接拿来用，或者直接拿来训练，或者你可以把它再导出成 PNX， 这样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PNX 的这个模型文件也是征询了一些社区开发者的意见，因为用过 NCN 的一些开发者，他们对这个 NCN 这个模型这个写法都比较欢迎，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 NCN 这个文本的形式非常容易这个修改，非常容易这种魔改，比如说加个 OP 改个参数之类的。所以说PNX 这边呢也是沿袭了 NCN 的这个模型格式，这个格式呢跟 NCN 这个基本是一样，但是扩展了一些功能，就比如说NCN 这边的这个参数列表它的 key 只能是0、1、2、3这种数字，那 PNX 呢这边就扩展成可以用一个 string 作为一个 key， 那这个就是和这个 Python API 呢就可以保持一个对应的关系。之前呢也是考虑过 MLI 这个 dialect 嘛，对吧？因为 MLI 它可以兼容万物 OP， 对吧？但是 MLI 玩过之后呢，我会觉得它这个 API 目前呢也还不够稳定。MLI 在这个 LLVM 的项目里，它也没有正式发布一个稳定版本，以及呢MLI 这个库是需要用户自己去 git clone 这个 LVM 这个项目，然后自己去编译的。这个事情呢，会挡住很大一部分开发者的，对吧？这个编译也是非常困难。那还有一点就是 MLI 我们知道其实是 TensorFlow 属于 TensorFlow 生态的，因为它是 Google 主导的。然后 PyTorch 和 TensorFlow 是完全两个生态，如果基于 MLR 去做的话，相当于是在两个生态之间去牵线，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好玩，这个事情，所以说还是使用了一个更加朴素、更加简单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形式吧。
这是一些 PNX 里面一些特性。这里讲的是，比如说我 PyTorch 里面写的一个简单的算术表达式。那这个表达式转成 PNX 之后呢，会保留这个表达式的整体，它不会被拆成这个加减乘除很多一个小的算子。这样的话，我们阅读这个模型本身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因为一看就能看出这是一整个表达式算术另外呢，也在一些比如说 GPU 啊或者那种可编程的硬件上，这种逐像素的操作，多次的逐像素操作，它是可以合并出来，这样减少这个存储访问嘛，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这是 PNX 第二个功能。我们左边呢是写了一个 YOLO V5 里面的一个 Focus 模块，当它直接导出成 PNX 的时候，就下面是直接导出的一个状况，它会导出成4个 slice 和1次 cat。这个图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一个表示形式，但是当我们想要实现一个更高效的这个 focus 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希望它拆成5个算子的。我们希望其实是让它就一个步骤里面去实现出整个这个 focus 的过程。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用一个大的 OP 来替换掉原先的一些小的碎的 OP。PNX 呢，它也支持这种自动的一种根据这个 module 来直接合并出一个大算子。当我增加这个 module OP 等于 focus 参数之后呢，我 PNX 导出之后就不会再展开这个 focus 的这个 module， 会把这个 focus 一整个当成一个大 OP 导出来。这是另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 PyTorch 一些算法呀，它会写一些自定义的，自己写一个 CVP 啊，或者自己写一个这个 CUDA 的一个代码来实现自定义的这种 OP。但是这种自定义 OP 目前Onyx 那边是导不出来的，你肯定是导不出来，因为 Onyx 不可能有你这个自定义 OP 的这么一个东西的。那 PNX 呢是允许你导出这个自定义 OP 的。当我们加一个这个 custom OP 指向我们这个编译出来的 torch 的这个 SO 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自定义 OP 导出成 PNX 点 custom OP， 然后自定义 OP 的名字。然后自定义 OP 的这个参数，比如说这个 slope 呀 scale， 它都会写在后面，就是这个参数也会写在后面。但是具体这个自定义 OP 的实现它是没有的，因为你的实现它是 CVP 和 CUDA 的代码，对吧？但是 PNX 呢只能负责整张这个计算图的一个导出。那以后面的话，比如说推理库那边可能会支持一些自定义 OP 的一些插件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自定义 OP 实现。这样的话也相当于是解决了这个自定义 OP 导出的问题。这是另一个主要的一个特性吧。这是一个 PyTorch QAT， 就是量化感知训练的一个算子。目前来说，这个如果你是用 Onyx 去导出的话，它可能只支持部分的那种 QAT 的训练策略。然后 PNNX 这边的话，如果你对这个量化模型导出之后，会尝试去做一个比较好、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量化相关的一些参数的处理，比如说这个量化的一些quantize 啊、conv2D 这些层，它会把这个量化的 scale 啊，还有 zero point 这些参数记录下来，以及我们这个量化的 conv 的 weight， 它也会存成一个对应的 int8 的一个数值，在这个定语。以及这个 weight 的 per channel 的一个 scale 啊，还有一个 zero point 也会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解决了一个
导出 QAT、OP 的一个方法，一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目前 Onyx 做的还不够好的一方面吧。PNX 在转这个 PostScript 导出的时候啊，是可以写这个 shape 的，就是如果你写下这个 input shape 之后啊，导出的 PNX 后面会产生每个feature block 它对应的 shape 信息会写在后面。那这样的话会帮助到一些有 shape 相关信息参与的表达式的一个常量折叠的一个优化。比如说这种什么 reshape 呀这种后面的参数，它就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shape 的一个推断和传播，把它变成一个常量。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模型它是支持动态式，比如说这里的 YOLO V5。那这种情况呢，我这个工具呢，它允许你再写一个第二个 shape， 第二个 shape 可以跟第一个 shape 不一样。那你不一样的时候呢，导出的这个模型里面，它就会带有这个问号。这个问号，这个 shape 里面带有问号一个位置呢，就代表当前的一维，比如说 WH 那个2个维度，它的尺寸是不固定。这个可能会影响一些后端的一些优化的策略，但是从 PNX 设计上来说，它是支持静态的 shape， 也支持动态的这种shape。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 PNX 内部的一个无优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库，基础的一个基础设施。Onyx 它是没有的，对吧？那 PNX 它刚才也说是从 TouchScript 再捏回到原先高层 OP， 所以说还是需要做部分做 TouchScript IR 的优化。那这里面PNX 里面是写了这个叫 GraphWriter 的类，只要指定我们的这个 pattern 的 IR 指定好之后呢，就会自动的从这个 PostScript 里面去找到一个匹配的一个封闭子图，然后把它替换成我们的 target OP， 然后最后这个 target OP 的一些参数呢，也可以从匹配的子图里面去获取到那个原先那个参数，然后写到这个 target 的参数里。PNX 这个代码里面就是有大量的这种捏回这个原始高层算子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是有一个专门做的这个一个基础设施，方便做这个捏算子的这个图优化过程。这是 PNX 代码的一个整体架构吧。首先是加载 TouchScript， 这是用这个 LabelTouch 的 API 去完成的。里面会做一些 inline 或者 shape 的推断重复。这部分做完之后，还是 TouchScript 的 IR， 然后从 TouchScript IR 会转换成 PNX 的一个数据结构 IR 数据，然后在这个数据结构上去做这个捏算子的，就是把 TouchScript 里面 IR 一个捏成 NN 的 module， 比如说或者是 Touch 的 function 或者 Tensor function 的一个捏回。后面也会做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优化，比如说废弃代码的删除或者一些表达式的一个折叠这种。那当这个 PNX IR 这个数据结构优化完成之后呢，可以直接存出 Python， 因为这个 IR 里面已经是最高层的，所以说的 Python 代码存的时候基本就是1:1的这个写出来就可以。那当我要转成 NCN 的时候呢，它还需要一个 NCN 的对应的算子的转换过程。那这里需要去写一些对应的，从比如 NN 的 module 转换成 NCN 对应 OP 的一个转换器。
每个算子也会实现一个，那也会针对 NCM 它里面这个模型的一个特殊的特征啊，比方说加一些 split 这种层，这就是一个 PX 整体的这个框架的一个架构设计了。那这个代码在哪里呢？这个代码现在目前在这个 NCN 的一个 PR 里边。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还比较想要交流的话，也可以直接在那个 PR 里面留下你们自己的意见。目前来说 ，PX 是兼容 PyTorch 1.8、1.9 和1.10版本的，也可以导出159种 PyTorch 的上层的 OP， 其中有80个呢是可以导出成 NCN 的对应 OP 的。也做了一个自动单元测试，还有代码覆盖率，目前是79%，也还行，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刚出，也有刚开发不久的一个项目，大概79%。目前常用的一些 CNN 模型，比如 ResNet 呀、ShuffleNet 这种模型，都是可以就是完美工作嘛，就 TypeScript 转 PNX 转 Python 或 NCN 这些都可以正常搞定，然后出来的推理结果跟原始的 Python 是一模一样的。后面呢会打算支持更多的 PyTorch 的算子，增加更多的单元测试，增加一些端到端 RNN 或者 Transformer 的模型测试，还会写一些使用教程啊或者开发文啊，因为现在一直致力于这个 coding， 所以说这些还比较欠缺。最后右边是我们 NCN 开源社区的一个社区交流群，右边是 NCN 的主群，中间这个小群呢是，如果你右边这个群加不了的话，也可以加中间这个群，中间是个群叫 MIR 的群，也是可以交流关于 NCN 或者 PNX 的一些技术讨论，对吧？好，现在是那个 QQ 环节，大家有问题可以在那个评论区留言。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动态算子是怎么支持的呢？比如说 while、for、if 之类的，或者这个问题可以再泛化一下，就是说这种 native 的 Python 的这种代码，就如果说模型里面有这种代码，就是怎么支持？目前 PNX 是只能用这个 trace 导出 TOSC， 所以说这个用 while 啊 if 这种控制流这种 OP 的话是导不出来的。然后PNX 也没有考虑将这些控制流的算子放到 PNX 里，因为我个人的一个对于模型的一个哲学观理解是，这些 if 呀 while 应该是使用编程语言去实现，而不应该在模型的图里。当然这个事情要一步一步做嘛，对吧？我们先要解决这种静态的这种图的一个导出，后面如果等这个 PX 以后项目成熟度比较高之后，再会去考动态一个导出的问题。好，谢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NCN 怎么支持常规的图像处理的？怎么常规处理？我不知道这个常规图像处理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比如说图像缩放呀，或者转 RGB to Gray 啊这种，或者 YOB 转 RGB 这种图像处理的话 ，NCN 目前是有现成的 API 去做这些处理的过程，而且是有 ARM 平台的优化的。如果你想要更加复杂的一些图像处理，我还是建议 OpenCV 吧，因为 OpenCV 还是一个比较全能和专用的一个图像处理。NCN 比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常规的。
好的，多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PNX 怎么考虑 TouchScript API 的兼容性问题的？就比如说未来的这个维护成本问题。TouchScript API 你说的可能是就是，比如说 PyTorch 版本升级之后，它 TouchScript 里边这个会变嘛，对吧？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PyTorch 在1.3、1.4、1.5那时候的时候 ，TouchScript 还刚刚诞生不久，那个时候它的变化还比较大。那时候它的存储格式可能是 Python 的 Pico 啊，或者其他的。那我们这个 PNX 呢是从1.8开始支持的。从1.8开始之后呢，这个 TouchScript 它的 IR 会比较稳定，而且它的一个存储格式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以及我们这个就是 load 这个 TouchScript 这个实现啊，我们是直接用这个 libtorch 的函数，因为 libtorch 它的 API 是稳定的，所以说具体你 TouchScript 内部结构怎么变的话，只要 libtorch 它是可以加载的话 ，PNX 就是应该是可以去加载的，吧？好，多谢。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说，NCN 就是有进一步裁剪这个 binary size 的计划吗？NCN 已经是有些文档告诉你是怎么裁剪的，比如说关掉一些算子的实现，去减少一些功能之类的。具体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doc 里面一些文档。据我们之前实验的话 ，NCN 是可以裁剪到比如说200-300K 大小，然后放在ESP32C3这种非常小的这个控制器芯片上跑是可以跑的，而且也支持这种不拷贝内存方式去加载模型，好吧？已经是可以做到很小的一个大小。如果有想要交流的话，也可以后面加群交流这样。好的。那个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目前有截取中间节点当输出的功能吗？就是其他框架在导入模型调试精度的时候，截取中间输出对比结果，就是这个挺有必要的功能。如果已经实现的话，目前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理解这个主要是用来调试精度，好像是。对，就是 PNX， 当你想要调试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转回原始 Python 的那个代码，你可以在这个 Python 的 forward 里面直接去 print， 这样就能直接输出你中间的结果。然后 NCN 那边框架也是直接能支持拿任意中间节点作为输出的，所以说应该还比较方便，不像 Onyx 它必须固定数目输出。PNX 是可以，你转成 Python 的就可以任意输出了，可以比较方便。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NCN 怎么接入新的硬件，比如说 FPGA 这些？怎么接？因为 NCN 目前来说是只支持 CPU 和 GPU 上去做一个推理加速的嘛，对吧？FPGA 还有一些，比如说 NPU 啊这种，目前都是没有做过接入的。如果你问的是以后可能会不会去接入，我只能说，如果有硬件厂愿意跟我们做一些合作或技术探索的话，也是可以去考虑的。一般也可以去考虑，像学习一些其他推理框架一些经验，比如切图啊，或者说其他一些方式。好，多谢。那个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PNX 会有计划去推动像 OpenVINO 或者是 TensorRT 的这种接入吗？这个主动权可能不是很，就优先权不是很高，因为 PS 目前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项目。目前是打算先把支持的 OP 尽量的丰富一点，然后先把 NCN 这边先打通，后续的话可能会尝试去联系一下那些硬件大厂，但是
但是也要看互相的一些态度嘛，对吧？好，因为这个感谢，好，那个感谢李辉的这个精彩答疑啊，然后也是感谢就是前面的精彩分享。